叶晨没想到自己在边南的山上露营，竟然遇到2名年纪轻轻的癌症患者。他更没想到这2人竟然都想去金陵参加九玄制药的临床试验，但是都被刷了下来。而最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位胡月奇竟然还认识詹姆斯·史密斯。当其他人都在惊叹曾经执掌整个 FDA 的詹姆斯·史密斯竟然主动辞去职务，到金陵做起了慈善，这种事情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。叶晨故作好奇地问胡月奇：“老胡，你跟这个詹姆斯·史密斯很熟吗？”胡月奇坦然道：“也谈不上很熟，毕竟人家没辞职的时候是美国的高官，而且 FDA 接触的都是全世界顶尖的生物医药企业以及企业家。詹姆斯·史密斯这种人，就算在上流社会都是拔尖的存在，我这种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哪有机会认识他？”说着，胡乐奇又道：“我其实也是在九玄制药的报名现场认识他的。他当时带着孩子去报名，乍一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周围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他来。我能认出他，是因为我在美国读书学的就是生物科学，全美国学习生物科学、基因科技以及化学制药的学生，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，毕竟他曾经是我们这些专业的青天大老爷。”叶晨有些惊讶地问道：“你学生物科学主攻的方向是什么？是生物医药研发吗？”“对。”胡乐奇点头说道，“我主攻的就是生物化学，还是打算毕业之后去医药公司参与研发新一代化疗药物的，结果没想到药物还没研发出来，自己就先成癌症晚期患者了。”说着，胡乐奇笑着感叹道：“这就是所谓的出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想去战场上杀敌报国，结果还没穿上军装，自己就先嘎了。”一旁的舒兰微笑说道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像我们这种就是来到此一游的，所以在回去之前能过得开开心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胡乐奇轻轻点了点头，伸手将舒兰轻轻抱住，笑着说道：“老天爷对我已经非常不错了，让我在死之前找到了我的一生挚爱，这辈子就算是没白活。”舒兰脸上微微一红，嗔道：“哎呀，你好肉麻。”胡乐奇笑道：“留给我婉约含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尽快奔放起来。”说着，他看向舒兰，高声笑着问她：“舒兰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舒兰整个人有些呆滞，一旁的众人却一下子热烈起来。一个与胡乐奇年纪相仿的男生笑着说道：“我操，老胡，你这是在求婚吗？”胡乐奇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算是吧，只不过没提前准备求婚戒指。”说着，他看着舒兰，非常诚恳地问道：“舒兰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舒兰回过神来，抿了抿嘴，说道：“一共也没多长时间了，真的要结婚吗？结婚很麻烦的，要见家长，选婚纱，订酒店，然后还要筹备婚礼。与其耽误这么长时间，不如简简单单的在一起，这样2人相处的时间也能更多一些，不是吗？”胡乐奇沉默片刻，随后看着舒兰，认真道：“我想在死之前多一些以前没有过的经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想带你一起去美国生活。”舒兰笑了笑，道：“这次徒步回去之后，咱们2个都要各自开始化疗了。一旦开始化疗，身体的状况就会大幅退步，到那个时候，可能也就折腾不动了。而且你要回美国治疗，我要回燕京治疗，如果真去筹备一场婚礼，说不定还会耽误治病。”说着，他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道：“乐奇，咱们俩做个约定吧，先努力活过今年。如果明年有奇迹发生，我们2个都没有死，
你就来一趟华夏，见见我的父母，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，我就跟你去美国。”一直都乐呵呵的胡乐琪，表情忽然涌上一阵颓然无力。他低声道：“明年还有4个月，我怕明年即便我没死，也来不动华夏见你了。”舒兰红了眼眶，微笑道：“没事，到时候就每天视频通话呗。现在什么都转到线上了，连法院都经常在线上开庭，实在不行，你就请一个牧师，我在线上嫁给你。”胡乐琪忍着眼泪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那就这么说好了，我这次回美国就去找一位牧师，1月1号当天给我们办一场线上婚礼。”身旁其他同行伙伴的情绪已经逐渐陷入低谷。林婉儿看向叶晨，在他耳边低声问：“公子，九泉制药不是你的吗？”叶晨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：“是我的。”林婉儿看了看胡月琪与舒兰，又问：“那你看能不能？”叶晨没等他说完，便不假思索地点头道：“能，但不是现在，走的时候我会安排妥当。”林婉儿瞬间松了口气，心情也一下子好了许多。不过她想到叶晨一向对自己制定的规则十分在意，于是便试探性地问：“不会让你很为难吧？”叶晨摇摇头：“不会，每一款游戏的设计者都有给游戏制定一套基础的规则，但他也会在游戏规则里面主动放入彩蛋，同时被动留下 bug。我就是这个游戏里的隐藏 NPC， 遇到我就会触发隐藏彩蛋。”林婉儿听到这话便放下心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他们刚才说的那个 FDA 的前负责人，他也遇到过你，他为什么没有触发彩蛋？”叶晨笑道：“彩蛋也不是遇到 NPC 就能触发的，要用正确的触发方式，搭配虔诚的内心才有可能。那个詹姆斯·史密斯最让我不满意的2个点，一个是过度自信，另一个就是过度自信的副产品，过度看低他人。有这2个点在，我就不会给他机会。”这时胡乐琪开口张罗道：“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赶紧起火做饭，再晚一点就只能摸着黑吃晚饭了。”很快一众人便开始有条不紊的分工合作，有人准备木柴，有人准备食材，还有人拿出每个人的折叠小桌，将它们拼凑成一张长长的长条桌。叶晨将自己采购的食材和酒都贡献了出来，趁着大家准备晚饭，他便先将帐篷支了起来。他买的露营帐篷虽然是双人的，但内部空间也不过就是一张1.8米的双人床般大小。林婉儿在一旁帮忙铺上防潮垫，同时也有些羞涩地低声说道：“我们今晚是不是要睡在这儿了？”叶晨点点头道：“看看吴飞燕什么时候出现，她若是不出现，我们就顺其自然。”林婉儿又问：“那如果吴飞燕在大家睡觉之后出现怎么办？那种情况下，我们总不能偷摸出来暗中监视她吧？那样的话，她肯定很快就会发现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放心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在酒里融入了些许灵气，大家今晚一定会非常亢奋，感觉不到任何疲累。这场篝火晚会说不定是要开到明天上午去了。吴飞燕这么着急忙慌地飞去缅甸，那她从缅甸过来，也绝对不会耽误时间，明天上午之前，怎么都该到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